是个病秧子，但好歹还能干活。可现在都快病死了，连块砖都拿不动，老娘凭啥还要养你这个废物？必须分家！你要死也得死到外头去！没摔死。1984年，从70米高空掉下来，撞大运回到了30年前。干嘛？回光返照啊？9岁没了亲妈，10岁来了这恶毒后妈。起来干活！啥脏活累活都让我干。去年累垮，他们把我扔进猪园，连发霉的杂粮宁愿喂猪都不给我吃。老子重生一回，可不是回来继续受窝囊气的。你聋了？老娘跟你说话呢！这是又把我干哪儿来了？好渴！我去，这妥妥的灵泉啊，喝下去跟脱胎换骨一样。这是随身空间，这里的椰汁可以强身健体，包治百病。既然有了这金手指，那这一世我一定要翻身。你发什么呆？我说分家，你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你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你还敢瞪我？信不信我把你眼睛挖出来？哎呀，牛八一要把我打死了！快来人呐！敢打我妈，找死！牛八一，你反了天了，快跪下，求你妈原谅！跪你大爷！你说啥？你听听他说的话，再待下去，我们这条命都要交代在这儿。今天不分家我就走。你妈要是走了，我跟你没完，必须分家。行啊，那我分到什么？你吃家里的，喝家里的，病了还要花钱给你抓药，一根草都没有。好，那咱就算算账。这些年脏活累活全我干，挣的每文钱全交家里。上次出海差点喂了鱼，钱拿回来，你转头给陈大贵买鞋，给陈美凤买裤子。我呢，我啥也没有。行，咱家那条老船分给你，要就要，不要拉倒。哼，那是30多年前阿公传下来的破船，到处漏水，住人都费劲。你一个连妈都敢打的畜生，我们可不跟你一起住。第一，别再扯你是我妈，你不配。第二，是我不跟畜生一起住，我要断亲。你说啥？从今天起，我跟牛家断绝关系。行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走，去村委会立文书。八一病成这样，这断亲不是让他去死吗？书记，是他自己要断的，我们可没逼他。大壮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他自己说的。他以后病死了也跟我们没关系了。这断亲为书一旦立了，以后生老病死各不相干。牛家的坟你进不了，牛家的地你也分不到。八一，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谢谢艾叔。翻身第一步，从断亲开始。还是先抓几条鱼吃吃吧，要不还没翻身先饿死了。靠，连条小鱼都抓不到。对了，大海空间，连片贝壳都没有，给我个这么大的海有啥用？这味道，咸香咸香的，像牛骨清汤。这么香的汤，如果……千万不要让老子失望啊！我去，这是红灯笼鱼，这可是一绝的好东西！成了，空间海鬼果然能吸引鱼群。这要是跑到深海，再大的鱼岂不是也任我捞？这绝对是一条暴富路啊！牛八一，你在那儿吗？是何真真，她还活着。真啊，真！你干嘛？也不怕被人看见？就几天没见，你咋还哭上了？上一世我被赶出家门后，病重濒死。为了不拖累他，独自离开了渔村，结果他被逼嫁给陈大贵，受尽折磨，最终跳海自尽。真呀，以后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，这辈子咱们再也不分开了。你啥时候这么厉害了？做100个俯卧撑都不带喘气儿的。我已经全好了，出海打鱼，手到擒来。可你咋去？真真，我能不能借你爸的船？就借这一次，出海打的鱼，他8我2。我爸把他那船当宝贝，谁都不借，更别说你。他讨厌死你了，根本不会信你能打着鱼。真真，你信我吗？我肯定能打到很多鱼，还都是大鱼。你要真想用我爸的船打鱼，只有一个办法，
那就是八一成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办法，偷船。没错，我爸给他的船上了2重锁，我把钥匙偷来，你不就能出海打鱼啦？不行不行，这要被你爸发现，非打断你的腿不可。只要能帮到你，打断就打断呗。而且你要真能打大鱼，分他8成，他谢我还来不及呢。珍珍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打回来一大船鱼，让你爸妈和全村的人刮目相看。好。你快去快回，要是打不着鱼，就赶紧回来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嗯。这是啥情况？难不成他是在带路？爸，咱开船的钥匙咋不见了？钥匙不一直挂在墙上吗？真不见了，是不是遭贼了？不好，快去码头看看船还在不在。哎，老何，我还以为你带儿子先走了呢，你咋人在这儿？船不见了。爸，船真没了，咱家的船被人偷了。天杀的贼呀，这可是要人命的呀！谁胆子这么肥敢偷船？是我偷的，不，是我借的。爸妈，你们别慌，船我借人了，他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他说了，打回来的鱼分您8成。放屁！何真真，你到底把船借给谁了？借给牛八一了。啥？那病秧子牛八一？你是不是真打算把船卖了，给他治病？牛八一那病老鬼，他会开船，他会打鱼。牛八一从小不会开船，要真把船借给他了，他肯定回不来了。你赶紧把船给我弄回来，那可是咱全家的命根子，你个败家玩意儿！你为了那个快死的牛八一，是要把全家往火坑里推呀！船现在到底在哪儿？你快说！我发誓，我没把船卖掉给八一治病，他就是借船出海打鱼，船会回来，八一也会打鱼回来。我要是有一句假话，海水淹死我！哼，那个窝囊废要是能打回来1条鱼，我管他叫爸。你别看不起牛八一，他说能就一定能。行啊。要是他打不回来鱼，人还死在海里啊！你就嫁给我咋样？呸！你做梦！牛八一要是不把船开回来，我铁定把你嫁给陈大贵。牛八一绝对死定了，你就等着嫁给我吧！八一，你可一定要回来啊！带我来这鬼地方干嘛？这些小玩意儿根本不值钱，我要的是大鱼。那是。9孔鲍，5头、6头、4头鲍都有，发财了！涨潮了，不对，这是不好，是古龙峰！完了，难道老子刚重生回来就要葬身海底？何真真还在等我回去，我不能死！拼了！既然给了重生福利，那我就赌一把，让我连人带船一起进空间！耶！成功了，就是这头也太疼了，看来让渔船一起进来得消耗巨大的精神力啊。反正暂时也回不去，不如趁机看看这个空间有多大。见鬼，怎么又绕回来了？算了，不开了。按理说鲍鱼没有钻沙的习惯，这空间倒是啥怪事都能发生。等改天抓几条大鱼也丢进来，没准肉质能变得更鲜美。看来只能等下次退大潮再去摘鲍鱼了。古龙峰，完了，我的船遇上这古龙峰肯定会被撕碎啊！牛八一，你赶紧回来呀！牛八一，是八一吗？不是，这条也不是。真真啊，咋没见牛八一开着你家船回来？不是说要满载而归吗？人呢？船呢？鱼呢？没事，真真，他死了还有我呢，我娶你。就你也配得上我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啥德行？你还在胡说八道！你害死咱们全家了！你现在就嫁给陈大贵，不要再回咱这家！牛八一，
你回来，我求求你，赶紧回来！珍珍，咦，那是啥？珍珍，我回来了！我的船是我的船回来了，一点事儿没有，太好了！娘的，这病秧子不会开船，咋还能从古龙峰里逃出来？哼，就算命大回来了又怎样？肯定是空船。何叔，您女儿可是吹牛说牛八一会满载而归的，您快看看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小子好大的胆子，敢骗我女儿偷船！我这船要是磕碰到一点，老子打死你！何叔您放心，船不仅没事儿，我还给您带回来不少好东西。珍珍跟你说了吧，借您的船出海，我分您8成，我留2成。谁打的我未来媳妇儿？我打的，他偷我的船借你，不该打，瞪我，连你也打。对，打死他，省得以后祸害人。何叔，就算你是我未来媳妇儿他爸，也不可以打他。谁敢动他一指头，我就跟谁不客气。敢推我爸！大舅子，别闹。我的胯裂了！够了，你还想不想赚大钱了？天哪，怎么这么多鲍鱼？5头鲍、4头鲍，这得好几十一斤啊！八一啊，你咋能搞到这么多鲍鱼？太厉害了！发了，老何家这下发了。极品，县里市里的大酒楼，多少人求着要这东西呢？这些鲍鱼我全要了，你开个价。这色泽，这个头，我收了半辈子海货，头回见这么多。这样，8到10头鲍15一斤，6、7头鲍20一斤，5头鲍4块一个，4头鲍5块一个。哎，这价格咋样？这价格实在，全卖给您了。好，上称。总共3070块。3070，我儿子太会赚钱了，不愧我们老牛家的种。小哥，钱收好，以后有大货记得找我。好。你干嘛？八一，你们这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的，放妈这儿存着，以后日子才会过得更好。存个屁！你算啥东西？你怎么能这么跟长辈说话？你妈也是为了你好，快把钱给她啊！对，这些你拿着，想买啥就买啥。你敢动手！牛八一，你个六亲不认的畜生！八一，快躲开！我的腿断了！区区蝼蚁，不知死活。逆子，赚了点小钱就不把家人放在眼里了，赶紧跪下给你妈磕头认错，再把钱交给你妈，要不你跟畜生有啥两样？大伙说是不是？百善孝为先，牛八一，你这样做是要遭天打雷劈的。你们懂个屁！牛八一已经被他亲爸和后妈赶出去了，昨天把断亲书都签了。牛八一现在根本没爸妈，他凭啥还要把钱给他们？啥？断亲了？大伙看好，这断亲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和牛家再无瓜葛。既然断了亲，他抢我的钱就是抢劫犯，我自卫，有错吗？他帮抢劫犯出头揍我，我自卫，有错吗？至于这个已经和我断亲的外人，让我下跪交钱，我凭什么听他的？我牛八一，钱自己赚，路自己走，谁敢抢我的钱，我就收拾谁。何叔，珍珍借您的船给我打鱼，我赚的钱分您8成，这是2456块钱，给您。你真分我们8成？当然，但这8成我也想当做彩礼。何叔，秀丽姨，我想娶珍珍，行吗？这臭小子还想把我家闺女也给偷了。我看行，爸妈才给999块彩礼，八一可是给2000多呢。而且八一这么能干，我嫁给他以后，你们肯定也跟着享福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这其中2399块钱就当彩礼吧，剩下的算租船费。何叔，冲您这干脆，3000全给您。这咋行？你就留70，够啥用？够我现在用，我以后还会赚更多的钱的。对，八一下次出海没准也大有所获，以后咱家渔船继续借你。那这次是珍珍借我船，我也想给彩礼，就分8成给您，以后我7，您3，咋样？这狡猾小子，算了，3成也挺多了。行，牛八一，你给我等着！老朱这破船肯定不行，得盖个大房子。
除了多赚钱，还得想办法弄块地皮。八一，我爸今晚叫你去吃饭。那正好。我靠，效果这么好！要干就干票最大的。八一，网兜拿来了。哎呦，我的脸！珍珍，珍珍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哇，好大的海鲈鱼啊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当然有，把网兜拿过来。鱼在哪儿呢？看，太远了，咱们一过去，他们肯定跑没影了。不着急，我们来个守株待鱼。妈呀，还真游过来了！做好准备。3、2、1。八一，咱俩太厉害了！我爸和我哥出海一次都不见得能打到这么多，发财啦！发啥财呢？这些都是要吃的，你带回家去，千万不要因为这些鱼值钱就把它们卖了。今晚必须上桌。爱国叔，八一啊，啥事儿？爱国叔，感谢您昨天帮我主持公道，我也没啥好表示的，就带这条鱼带给你吃。你从哪儿打来这么大的海鲈鱼？我都很少见。运气好，运气好。好孩子，叔就做了件该做的事儿，你咋还送这么贵重的鱼呢？爱国叔，其实我来找您还有个事儿想求您帮忙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说吧，只要叔能办到的，绝不含糊。我想盖个房子，您看能不能帮我批一块地皮？八一啊，这事儿不是爱国叔不帮你，是政策不允许啊。你虽然跟你爸断了亲，但户口还在牛大壮那儿，所以政策上你们还是一户。那能不能把我的户口分出来？可你没房子，把户口分出来，在哪儿落户？所以我要拿宅基地，就必须和牛家切断户口，但切断户口我又得有块宅基地，盖了房才能落户，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？没法解决吗？难，基本就是个死结。行吧，那不麻烦爱晨叔了，我再另外琢磨琢磨。爱晨叔，这是……我妈从几个月前肚子疼，说是胃里有寄生虫，吃药打针都没用，人疼得快不行了，就没别的法子了吗？前阵子听说腰宝能杀虫，我托人弄了几颗，吃下去是拉出几条虫，却把剩下的虫子搞得更躁动了。椰宝，叔，我这正好有用秘法炼制过的椰子肉，要不给伯脑试试？这味道不仅比椰宝香，怎么还有一股子药香？这是我用我娘留下的秘方炼制过的，对身体恢复很有效果，或许对伯陀的病也有效。快给我妈试试！爸，这可咋整啊？快，八一，把这个给阿婆喂下去。快扶我去毛吃！天哪，这么多虫子！爱国啊，我感觉浑身轻松，肚子好久没这么舒服过了。妈，您好了就好，来，我扶您躺下歇会儿。爱国，你得好好谢谢八一，要不是他，我这把老骨头怕是撑不过今晚。妈，您放心，八一这恩情我记一辈子。嫂子再给阿婆吃点，彻底把虫子清干净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八一，你等等。八一啊，你救了我妈的命，这大恩大德我要是不报，还算什么人？你不是想要块宅基地盖房子吗？我帮你搞定。您刚才不是说很难办吗？咋现在？确实难，
一般我是真不愿意趟这浑水。我在镇府有个老同学管这块，找他通融应该不难。不过你的户口还在你爸那儿，得交一笔特殊土地抚用费，1平方怕得10块钱，还得交1000块保证金。规定时间内你必须把房子盖起来，否则保证金就没了。钱不是问题，爱国叔，您看我最多能申请多少面积？顶天200平方，200平够了。爱国叔，谢谢你。叔姨，牛支书答应帮我批一块载己地，等批下来我就盖房子，风风光光把珍珍娶进门。这是好事儿，不过这得花不少钱。钱不是问题，我很快就能挣够。叔，我想再借您的船一次，就按之前谈的，我7您3。这么分不太合适。爸，你该不会又想多分吧？八一拿命出海赚钱，凭啥拿出这么多？哈哈哈哈哈！傻丫头，咱可不是那种不近情理的人。八一啊，以前叔看你身子弱，怕我闺女跟你受苦，才不待见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现在你挺起脊梁骨了，叔信得过你。船你尽管借去用，打到的鱼你9我1，你得好好攒钱买船盖房子，早点把我闺女娶进门。爸，你太伟大了，我爱死你了！来，八一，祝你趟趟出海都能满载而归，让我女儿跟你过幸福美满的日子。谢谢叔。八一，到底在哪打的大鲍鱼？让叔也跟着喝口汤呗。各位叔伯，海上讨生活靠的是运气，哪有什么固定地方？切，这小子昨天就是运气好，今天没准就回不来了。牛八一，你找死！难道空间海水只在潜水有用？马鲛鱼！我去！不好，鱼群在撞网！这一网少说也有100斤，打底能赚500块。一网就把鱼吓跑了，看来得换个地方。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空间海水，尽情挥洒吧！吴老板，快来看看我们家的货，都是好东西，少说也有300多斤，全是2、3斤重的大鱼。哟，这么厉害！让我瞅瞅，看，全是带鱼。虽然好卖，但这玩意儿市价不高，1斤最多5毛。5毛？这也太低了吧！我们可是费了老劲儿。是啊，吴老板，添个整吧，5毛5。行吧，行吧，上称。一共380斤，算你209块。我们一晚上赚了200多，你们谁能比？唉，咱们跑了一晚上，才赚了几十块，
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牛八一回来了。哟，牛八一，今天怎么一只鲍鱼都没有打到？确实没鲍鱼了。鲍鱼确实没打着，但我打着别的鱼了呀。你能有我打的多？整整380斤的带鱼，209块，今晚没一个有我多的。哟，你可真是厉害呢。那是，要不咱比比？要是你的鱼没我的值钱，那你卖鱼的钱全归我。另外再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。要是你的鱼比我值钱，我也一样。敢不敢？这不好吧？万一你输了不认账，那我岂不是亏大了？你要是不敢，就趁早滚蛋，别在这儿当怂货。赌就赌，好，大伙儿都给我们作证，免得有人输了不认账。来，把你的鱼拿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次能捡到什么臭鱼烂虾。各位，感兴趣的都可以上我这船，看看我打的鱼到底有没有陈大贵的值钱。大家看好了，我的鱼要出来了，别磨蹭，我就不信你真能。这么多马鲛鱼，最大的怕得有10几斤重吧？吴老板，收不收？收！牛爷，你真对得起你的姓啊！开价，5斤以下4块1斤，5斤到10斤5块，10斤以上100块一条，怎么样？行。牛八一，你个混蛋，你这摆明就是引我上钩！我都说了别打赌，是你死皮赖脸要打的。你非上赶着让我伤害，我也没辙呀。大伙说是不是？太对了。吴老板，咱上秤吧。好。除了10斤以上的，总共490斤，加上这5条10几斤重的，一共2700块。这么一看，陈大贵那点带鱼啥也不是啊。牛爷，您数数。不用数，吴老板我还信不过吗？你输了，把钱拿出来。牛八一，做人别太过分。愿赌服输，懂？老子就不服输咋样？难不成你还敢抢我的钱？刚才所有人都能作证，输了不认，大家会怎么看你们？你们刚才做啥证了？谁不怕得罪我牛大壮的，只管说。好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今天我牛八一不为别的，就为个公道。只要出来5个人给我作证，陈大贵那210块钱我就全给他们分了。我作证，谁输了就得把卖鱼的钱全给对方，还要跪下磕3个响头。我也作证，陈大贵输了，那210块就是八一的。你们谁还愿意作证？我一人给他10块钱。哇！如果愿赌不服输，这种人出海打鱼会怎么样？会遭天谴。龙老爷最讨厌言而无信的人，没信用的人不配做渔民，把他们的渔船砸掉。再闹下去，以后真没法出海了。赶紧把钱给那兔崽子。李叔，你们5个人把这210块钱分了吧。我牛八一言而有信，一人10块，大家都有份儿。还有一样呢，跪下磕头。行，我给你磕，别短了你的命。你就算磕300个，老子照样长命万岁。八一，想不到你这次又打回这么多马鲛鱼，卖了这么多钱。八一，来，
我给你熬了海带黄豆骨头汤，能补精神，你多喝2碗。叔，这是做啥？给你买船，当然，钱是借你的，赚了再还我。爸，你干嘛突然拿这么多钱给牛八一买船？船也不能老借给八一了。村里传闲话，说我们靠租船过日子，连海都不出了，不像男人。八一，你也被笑话了，说你没船就拿老丈人家的船出海打鱼，也不像个男人。八一，这5000块钱买一条小型机动船没问题。要是你想买大点的，我再借你几次渔船。必须拥有自己的船，才是真正的渔民。叔，我刚给了彩礼，你就把彩礼和自己的积蓄给我买船，我还挺难为情的。你要是烂泥，我看都不看一眼；但你是好泥，我肯定得支持你。等你买了渔船，赶紧赚钱还了不就好了？我还没结婚呢，得拿这钱做彩礼。臭小子！叔姨、珍珍，那这钱我就收了。估摸家里渔船再借我2、3次，我就能赚到买渔船的钱了。好。八一这回又不知道要打回啥大鱼来。彪哥，就是那小子，2碗都满载而归，赚了6000块。到时趁他回来，在海上把他拦下，船上的渔获就全是你们的了。渔民出海打鱼，少见有那么大收获的，但真要上了签，倒值得我干一把。彪哥，他那条渔船还挺新，转手卖起码能值4、5千。他要真有那么多渔获，等我搞到手会分你一点。要是没有，就等着我回来削你。走，牛八一啊，牛八一！就算你有本事打着大批值钱渔获，这次也得葬身海底。这地方能有啥鱼？螃蟹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这底下简直就是个聚宝盆啊！这几只帝王蟹，哪怕按最低价算，也能卖好几千块。咋开船的？这么大片海，故意冲我的船撞是吧？碰瓷儿呢？海匪牛八一是吧？听说你最近运气好的留言，每次打鱼都能赚个几千块。来，让哥哥们开开眼，看看你今晚又打回什么好货。彪哥，还真有好货，全是又大又肥的大螃蟹！大螃蟹，兄弟们，这回真发财了！小子，你想要钱还是要命？要钱咋样？要命又咋样？要钱，命就会没了，钱也没了；要命，钱归我，你还有活命的机会。跳下去，要是你运气够好，没准能逃得一命。你这分明还是要我死。万一你命大呢？3、2，我跳。识物者为。你想干嘛？放手！快拉住我！血，全是血！老四、老五，你俩水性最好，快下去把彪哥救上来，把那小子干掉！快拉！老四，底下啥情况？彪哥呢？
啊！老四和老五好像死了！啊！谁告诉你们我船上的渔获很值钱？第一个说的，我饶他一命。是陈大贵，对，是他通风报信的。果然是你，陈大贵。你想干嘛？放过我们！为社会除害。就让它成为鬼船吧。陈大贵，等我回去，咱们慢慢算。是那艘海匪的大破船，难不成那条船上还有别人？哈哈哈哈！老子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！娘的，我的船还有那船螃蟹全没了！啊，在空间里怎么还往下沉？搞毛线呢？我靠，这是金丝海苗！不行，力气没有恢复，不能贸然行动。必须再多加几分保障才行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下赚大了！这种稀世珍宝，保守估计得上万块。唉，这么大个海底，竟找不到其他的了。看来这金丝海劫可遇不可求啊！走吧。方向是那边没错，可离码头还有20多公里，总不能游回去吧？鲨鱼，我不会这么背吧？我去，这么大，简直就是海龟王吧？难不成从空间里出来的我自带海王气息？这海龟王把我当主子了？老兄，去那边。向前进，向前进，赚钱的责任重，老子的冤仇深。哟，大贵啊，今儿个咋没出海？是这脑壳子还嗡嗡响，没法打鱼了吧？你们甭嘲笑我，让我给他磕头的人都不偿命，打不过就咒人家死，有意思吗？不是咒他，我梦见牛八一死在了海里，不信你们就等着看。是啊，按理说牛八一早该回来了，不会真出啥事了吧？快看，那是啥？是牛八一，他咋没开船？鬼，肯定是牛八一变成鬼飘回来了。龟兄，谢了。八一，你的船呢？陈大贵，你勾结海匪，想在海上把我干掉，抢走我的渔获，可你想不到，我还能安全回来吧？你咋一点事儿没有？你应该死在海里的，你为什么还不死？你勾结海匪想让我死，还把我未来老丈人的渔船撞毁了。但老子命大死不了，要死的是你！救命啊！牛八一要杀人了！八一，再打真出人命了！为了这种畜生吃官司，不值得呀！八一，到底是咋回事？陈大姑让一帮海匪拦我，2船相撞，爆炸了。那帮海匪估计都掉海里喂鱼了。
幸好有只大海龟救了我。八一，你真是龙王爷的干儿子，他还特意派神龟来救你。但这笔账没完。该死的陈大贵，我这就去找他算账，让他赔我们船。他肯定抵死不认，咱们又没证据，咋让他赔？那可咋办？船没了，这以后不都得饿死啊？大家放心，我肯定会向陈大贵讨回公道。至于船，我们很快都会有新渔船。这是啥？这是海柳，一种深海珊瑚，好像还挺值钱。对，这是金丝海柳，有了它，2条船都能买回来。它再值钱，几百上千块顶天了，也换不来2条大渔船。八一啊，加上我给你的5000块，你再凑凑买1条船先用着，等挣了钱再买第2条，别太执着。叔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给咱买到渔船。牛大壮啊，你的亲儿子咋这么狠，把我儿子心肝骨头都踹坏了！可大贵也太大胆了，找海匪抢劫牛八一，还把他的船给撞炸了。牛大壮，也是牛八一把大贵打2顿，大贵没办法才请海匪收拾他的，这有什么错？现在大贵才是你儿子，你必须替他出头。咋出头？这一报警，可就更说不清了。他又没证据，那就是瞎说，瞎说还打我儿子，就得赔钱，要不就报警把他抓了。行。哎，出去出去！这种地方也是你能进来的吗？我为啥不能进？睁大你的眼看看，这牌子上写的啥？能进咱这店买东西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瞅瞅你这样，进来收废品啊？我不是来买东西，是来卖东西的。我在海里捞了些好东西，想看看你们收不收。你认识这东西吧？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叫经理。包经理，这人说要卖东西，您给长长眼。金丝海流，你从哪儿搞来的？出海打鱼，运气好捡的。这里太晒了，进去谈咋样？我们店能进的都是有品位的客人，你咋能进？行，那你看看我这金丝海多能值多少钱？这东西做烟嘴还行，这样，80块钱一根，我全要了。这可是极品海柳，80块太低了。不卖滚蛋！我开的价很公道了，捡几根破木头还想当金子卖啊？看来你压根不识货。嘿，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东西再好也就这价，要是有人出价比我还高，我叫你爷爷。杨老先生，您来了，快请进。我们店又出了几款新的山水雕像，保管合您的意。闪开，别挡我路。是，对不起，杨老先生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您啊？小兄弟，能给我看看吗？极品，这绝对是绝顶的宝贝。这种金丝海捞坚若磐石，起码得在200-300米深的海底才能生长出来啊！这是遇到行家了。真巧啊！我正跟这位小伙子谈收购金丝海流的事儿呢。你也看上这宝贝了？能弄到此物的人绝非凡人。你们怎么能把人晾在太阳底下谈？太不像话了！哎呀，杨老先生，我是看到这金丝海草太珍贵了，一激动忘了规矩。小兄弟，咱进去谈谈。你们不是说我衣冠不整，不让我进去吗？哎，小兄弟，哪有的事儿？你要嫌我刚才开的价低，那我一根150块钱给你收，这总行了吧？150一根，我扔海里也不卖给你，你根本就不识货。老先生，看完了请还我，我再找个识货的地方。150块钱一根，顶破天的价了，你还不满足？我看你根本不懂。我看是你不懂，这么珍贵的金丝海柳，你出150块钱一根，换成是我也宁愿丢回海里。啥？金丝海油这么珍贵？小兄弟，不用找别的地方了，你开个价，7根我全要了。1500块一根，7根的话，一共10500块。杨老先生，这小子看您开好车，就漫天要价骗您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保证用实在价跟他收过来，再孝敬给您。滚一边去！
小兄弟，你这价格公道啊！这样，我给你凑个整，11000块。小李，去我车里拿钱。小兄弟，你数数。谢谢杨老先生，您是真正识货的人，不像有些人不懂装懂。你他娘的给我过来！我最讨厌狗眼看人低的人，赶紧向这位小红记道歉，否则我就向你们老总控诉，再也不进你们家店。都怪你狗眼看人低，你3个月奖金没了，赶紧跟我一起道歉。小兄弟，对不起，我请你进去吹风扇，喝最好的碧螺春。你这店我可进不起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小兄弟，请留步。小兄弟，我叫杨千金，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。杨老先生好，我叫牛八一。好名字。八一，你是个渔民吧？要不去我那儿喝杯茶？有些东西我想拜托你帮忙找找。老朱，还没逮着吗？老爷，那玩意儿太难搞了，没有一个人能搞到。唉，出动这么多垂钓高手，就没一个人能钓起一条金钱毛。杨老先生，您要这金钱毛干嘛？我孙媳妇产后大出血，医生说只有用金钱毛的鱼制成的鱼胶浸补才能好起来，要不就算不死，一辈子也得瘫痪在床。八一，你既然能搞到深海的金丝海流，那你有没有办法钓到金钱墨？要是钓着了，我先给你2000辛苦费，整条鱼肉我按市场价收，鱼保我再加1000块。这笔钱加上卖金丝海流的钱，我就可以买2条大船了。我可以试试，但我不能担保成功。好，咱们走。杨老，那金钱敏太狡猾了，根本不吃饵。我们尽力了，各位辛苦了，大家可以养足精神再出海钓，食宿我全包。要是想回家，路费找主管家要。八一，我给你准备一条6米的机动船，再配个船夫，你还需要啥？不用配人，告诉我大致方向就行。金钱某只能手钓，给我准备60米长的尼龙主线，再加1米长的钢丝子线。听你这一席话，我就知道你是行家。老朱，赶紧按小兄弟说的，把东西都准备好。是，老爷。八一，希望你能给我带来好消息。必须的。小子，你也来钓金钱梦？这玩意没个几十年的技术经验，趁早回家去，别在这儿挨晒。我确实没啥技术和经验，但应该钓得着。那你靠啥？运气。那你怕是得把祖宗18代的运气都攒齐了，才钓得着了。这也太快了，够无敌了！我靠，这小子才多久就钓着金钱迷了？鱼快出水了，看是不是金钱迷？这动静，怕得有上百斤重。哎呀，可惜了，不是金钱某。他大爷的，白欢喜一场！你别不知足啊，这么大一条蒙饵鱼，够你赚几百块了。就是，你以为金钱蟒想钓就钓啊？凭啥呀？咱们守了几天几夜，连个小石篮都没捞着。这小子才来几分钟，这就上了一条几百斤的大鱼。不会吧！又来！给我上来！怎么是条海鲈鱼啊？喂，你们钓过这么大的海鲈鱼吗？别忘了，你是来钓喝金钱迷的，钓不到金钱迷，钓到啥都白搭。我有强烈的预感，接下来这一杆肯定就是金钱鳗了。小子，别以为运气好就能乱吹牛，这回运气肯定彻底耗光了，等着空军吧你！你们说，接下来我会钓一条多少斤的金钱面呢？金钱群灵活大力，要是钓到，就会大幅度乱窜。看着架势，给我起！
金钱棉！天哪，这是金钱棉！这小子居然真把金钱棉给钓上来了！这。几千块钱就在眼皮子底下飞了，小伙子，看来你运气不太行了啊！这片海域下边不少暗流，这小子为了条鱼连命都不要了。这是咋回事？金钱犊自己跳回来了，那小伙子没了。这金钱矛是无主之物了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想抢我的金钱棉，谁敢？牛，小伙子你太牛了！不光钓鱼技术一绝，这抓鱼的本事更是逆天。谢谢各位捧场，我先走一步了。老爷放心，还有30多条渔船没回来呢。就算那小兄弟不成，别人也肯定能钓到。那些老手要是能逮着，早逮着了。要是他也空手而归，恐怕真没人能救我孙媳了。老爷，那些渔船全回来了。这一下子全回来了，是不是逮住那金钱卯了？八一，有没有逮住金钱卯？不是金钱玄啊！小兄弟啊，我是让你去抓金钱墨，你咋抓了2条其他鱼回来？这让我怎么救我孙媳妇儿？钓鱼这事儿谁也没法100%瞅准啊，别的鱼要上钩，我也没办法。老爷，我就说嘛，那么多大佬都逮不到的金钱蟒，他一个小年轻怎么可能？好！太好了！我就知道你一定能逮着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您瞧瞧，这100多斤的金钱棉可还行？行，非常行！这么大的金钱棉，鱼货肯定也大，质量也更好。八一，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！杨老先生，您这劲儿比那金钱门还大。我就说他能逮着，你再看不起他一个试试，还不赶快把鱼处理好？是，老爷。金钱鲟按我之前给你开的价，这2条鱼统统按5块1斤，我一起收了，咋样？谢谢杨老先生，那这波就当我贪财了。哈哈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这财赚得正大光明，是你的本事。老爷，都准备好了，走，八一，上秤。 3条鱼共计305斤，好，加上鱼炮和奖励，总共4525块，这里整整4600块，你收好。杨老先生，您真是我的大福星啊！这一前一后，我从您这儿赚了15000多，我也成万元户了。你才是我的大福星啊！今晚你也别走了，正好用你钓的大鱼做几样美味，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尽情享受一番。那就打扰杨老先生了。 珍珍，别担心，八一肯定会妥妥当当回来的。可他咋到现在都没回来？都8点多了，会不会有人看见他有那么值钱的东西，起了歪心思，把他给……不要，千万不要！八一，是你回来了吗？牛八一！ 滚出来赔钱！牛大壮，你们这是要干啥？你看看我儿子被牛八一打成啥样了，搞不好一辈子都得瘫在床上变成废人。牛八一呢？让他滚出来，起码得赔我们1万块钱。陈大贵勾结海匪，差点害死八一，还把我家船撞毁了。我们还没找你们算账呢，你们还好意思找上门来倒打一耙？有证据证明是我找的海匪吗？诬陷罪。 是要坐牢的。明明是他自个儿倒霉被海匪盯上，船没了就打我儿子出气，周围都是人证。没错，今早
倒在码头，大伙都亲眼看到牛八一往死里打陈大贵了，必须主持正义，让牛八一赔钱。八一中午就去县里办事儿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你们要找他，就去县里找。我不信，他肯定就藏在屋子里。大伙儿给我把牛八一揪出来！牛八一确实不在我家，谁敢踏进一步，老子这锄头就不客气。不让咱进去搜，那就报警。这要报了警，就不单是赔钱的事儿了，牛八一肯定会被抓走坐牢。爸，咋整？都别吵！八一确实去县里卖东西了，想凑钱给我们买条渔船，也的确还没回来。1万块我们真拿不出，这样我先给1000，剩下的等八一回来再说。老何，你别骗我，牛八一真去县城了？行，那先给我们1000块，剩下9000，明天中午必须备齐。赶紧凑出1000块钱，先把他们打发了。明天中午牛八一要是赔不清，我们必送他进大牢。咱们走。爸，对不起。这有啥好对不起的？八一是我准女婿，不管咋样，咱们都得一起扛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爸妈，你们说八一他不会是拿着卖金丝海肴的钱在县城变心了吧？瞎说啥呢，珍珍。八一那孩子是个讲义气的，肯定是有事绊住了脚。是啊，龙王爷的干儿子肯定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希望他是真的有事吧。哎呦，谁大半夜骂我？您这哪是吃早餐啊？我们渔村过年都没这么丰盛。哈哈，多吃点不够还有。哈哈哈哈哈！杨老先生，您孙媳妇情况咋样了？鱼铺吃下去没多久，血就止住了。八一，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！咱们这是各取所需，不必客气。不过您还有别的事找我？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敞亮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你知道掣炉吗？掣炉那玩意儿不值钱，普通掣炉确实不值钱，但有一种特别大的，你知道吗？您说的是库氏掣炉，这种掣炉直径能到1米甚至2米，而且完全玉石化的掣炉被称为佛教7宝之首，在东南亚那边极受尊崇。八一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，竟有如此见识。我在泰国有位挚友，主持着一座国王都去参拜的寺庙，但他缺个镇寺之宝，他想要一个直径3米、完全玉石化的完整库氏掣钵。这种东西恐怕得几千年才能形成，现在估计早就被深海泥沙给埋了，要找到简直是大海捞针啊！是啊，我那老友找了几十年，连个影子都没找到，但他对佛祖发过誓，这辈子非找到不可。八一，只要你能找到，我就给你1万块，咋样？1万块足够买条好渔船了。行，出海时我会多留意，但我不敢保证能找到。200-300米深的金丝海龙你都捞上来了，几十米深的掣钵难不倒你这神奇小渔民。杨老先生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先回家了。好好，有消息你联系我。大爷，我想进去买条船。等着，我打个电话。有人要买船，你们销售科派个人来带着。小伙子，你要有桃花运了，机会抓着了，没准就一步登天了。什么桃花运？一会儿接待你的是我们厂长的千金，全县数1数2的漂亮。大爷，我有媳妇儿了，她再漂亮跟我也没关系。你甭嘴硬，马上魂就被勾走了。就是你要买船？对，你确定你买得起？我差不多有2万块，买你们这儿最大的渔船都该绰绰有余。不就是一土包子暴发户吗？装什么大款？跟我来吧，跟我保持10米距离。你身上的鱼腥味儿，恶心。要不是方圆几百里就这一家船厂，我早掉头走了。真想一脚给他踹飞。看中哪种渔船？我给你介绍。那条。这款船用18马力单缸柴油机，12米长，外爆昆圈木，拖网孔，角缸机，装置全齐。吃水浅，外海内湾都能跑。这船我要了，多少钱？1万2。1万2？咋这么贵？你不是有钱吗？有钱也不能当冤大头啊！而且我想买2条，这样我的钱不够，能不能降点？没钱装啥大款？滚回去把钱赚够再来买吧。你这态度是卖船的样子吗？卖船就得求你着买啊！想买我家船的都排到县城门口了，不缺你这一个。狗眼看人低！你敢骂我，给我揍他！
住手！我来买船，那款船它开价12000，我觉得贵，想讲价，他就羞辱我。我想问问各位师傅有没有这样的理？算了，别揍他了。咋突然不叫人揍我了？好女不跟男斗，反正没法给你降价，你不买就走。行，借个电话给我，我找人借钱。我是牛八一，麻烦找一下杨老先生。爸，就是那个混蛋！敢骂我女儿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那款船你女儿开价12000，我讲个价他就羞辱我，我正当反击没错啊。啥？12000？就是12000，我说嫌贵别买，他就骂人，我没错。原来这12000是把老子当猪仔的价呀！小子，赶紧向我女儿道歉，否则我叫人把你打个半死，丢进海里。你想把谁丢海里啊？杨老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早知道您要来，我肯定带着全场职工在大门口列队迎接呀！八一，钱我给你送来了，你尽管用，不够我让小李再去取。杨老先生，麻烦您跑一趟，但这钱用不着了。这船我买不了了。咋买不了了？这到底是咋回事？我也不知道他是去给杨爷爷打电话借钱啊。坏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宋大坤，这条渔船真是12000一条吗？这，据我所知，这款渔船10000一条，你们2条船就想坑人家4000块，坑爹啊！八一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来买船却被你们羞辱。这造船厂我全面撤资，我绝不跟赚昧良心钱的势利眼有任何瓜葛。八一啊，你要买船跟我说呀，这厂子黑，咱上别处买，保准更便宜更好。杨老先生，您别生气，都是我女儿任性，捅了天大的篓子，我替她向您认错。你愣在那儿干嘛？赶紧过来向八一兄弟认错。对不起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计较好不好？我可受不起，免得哪天真被你们打个半死。不会，绝对不会，我不该说那么冒犯的话，我也该打。八一兄弟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样，这船成本价8000块一条，2条您给15000，工钱算我头上，您看咋样？八一，你自己决定，要是想买，我也支持；要是不愿意，放心，我肯定给你做主。杨老先生，求您网开一面，八一兄弟，这2条船我送您了，1分不要。还有，我闺女好看又抢手，我看您一表人才，跟春令很是般配，我把她许配给您做对象，咋样？这种势利的女人，倒贴我都得丢出去。至于送船，我不是乞丐，但你愿意打个折扣倒是不错，15000，2条船，成交。好一个不贪不占、不为美色所动的品格，真是难得。既然八一兄弟发话了，宋大奎，我也不跟你计较了，还不快把船准备好？是。杨老先生，您看我刚才表现还不错吧？您不会撤资了吧？宋大坤，你们要记住，永远不要狗眼看人低。八一很厉害，以后必定很有成就。杨老先生走好。那老东西懂什么？那乡巴佬除了打鱼还会啥？这个杨千锦在东南亚可是有千万资产，回国后不知多少人以结交他为荣。他说牛八一行，那9成9都会行。退一万步讲，被杨千锦看中的人不该巴结吗？赶紧让牛八一滚出来，把剩下的9000块钱赔给我们！到底有完没完？等八一回来，事情自会水落石出，到时你们别后悔。哼，要是不赔钱，后悔的是他。他是不是听到风声，早就跑没影了？八一哥不是那样的人。知人知面难知心啊！他把你们家坑惨了，船炸没了，人也跑了，现在还得你们替他赔钱，你们赶紧拿钱出来！凭啥？就凭你们何家招了他做女婿，他跑了，那他的债自然得你们家来顶。八一很快就会回来，
到时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很快是多快？我看他就是躲起来了，赶紧赔钱，不然我们就把你们家砸了。没错，砸了，给我上！来，砸！大不了拼个你死我活！把那兔崽子给我翻出来！快来码头，都来码头看啊！牛八一回来了。牛八一开了2条崭新的大渔船回来，比咱村任何一条都要大，少说得1万块一条，还有人在上面敲锣打鼓呢。2条，就是2万，他咋买得起？赶紧去看看咋回事啊！我没听错吧？2条崭新的大渔船。那小子哪来这么多钱？赶紧去看看啥情况！爸妈，别把我丢下呀！大伙儿中午好啊！牛八一，这2条船真的都是你的！来，上来。这就是我的梦中情船啊！八一，你哪来的钱？该不会是干坏事了吧？7根金丝海眸，1根1500，全卖了。那海柳这么值钱？还是不对呀、海柳钱加上八戒的5000和你赚的2000，总共不到2万，你还是买不起2条船啊！大舅子，你发现了滑点。叔，这是借您的5000块，还给您。八一，这5000块你没用，那你这2条船到底咋搞来的？叔，您别急，听我慢慢跟您说。啥？八一，杨老先生可真是你的贵人啊！所以2条船最后花了1万5，我现在兜里还剩2000多呢。这5000您攒着，以后家里用。好，叔，之前开着您家渔船出海，被海匪撞毁了。本想着无论如何也要买一条渔船陪你的，现在好了，咱们1人1条。八一，以前是我们眼珠看不起你，还是我妹有眼光啊？她嫁给你，我们全家都沾光。哥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才不是觉得牛八一会有出息才跟他在一起，吃香喝龙也好，吃糠咽菜也罢，我都认了。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功利？真真，谢谢你。牛八一，你哪来这么多钱买2条这么好的船？你这钱绝对来路不顺。没错，赶紧报警，让公安来好好调查调查他，看看这船到底哪来的。叔，您看，这铁骨木壳可结实呢。爸，肯定是何家帮着牛八一发财呢。牛八一赚了这么多，却没想过孝敬你这个亲爹。好啊，原来是找到发财路子就和我们断亲，他才是白眼狼。用专业流刺网捞鱼，再用角钢机拉上来，很省人力。船舱里还有指南针、望远镜，收音机也配了，可以听天气预报。这比咱家以前那船可强太多了。妈，他们装听不到，现在就报警！对，报警！你们是不是傻？那2条船本该有1条是我的，断亲了也没用，他不给我就是不孝。另1条是赔给大贵的，他把大贵打成瘫痪，理应赔。所以这2条船都是咱家的。万一买船前真的来路不正，到时船被没收了，咱啥都捞不着。老牛，你说的太对了，走，咱现在就去把船要过来。你们几个都上来，给我作证。谁让你们上船的？都给我滚下去！我们为啥要滚？这2条船本来就是我们家的，这条是八一孝敬他亲爹的，那条是赔给我大贵的。凭啥？凭我们家钱，你要赔我哥一大笔钱。他咋坐上轮椅了？昨晚他们来闹，说你把陈大贵打瘫了，要你赔1万，我们拿不出，只好先给1000，把人打发走了。他们撞毁我们的船，还倒打一耙问我们要钱，你们还真给他们了？你不在，我们也实在是没办法。放心，这钱我一定给讨回来。兔崽子，给我跪下！让我跪？你有那资格都没有。大家伙听听，我是他爹，他犯了错，我让他跪下认错，是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他倒骂我没良心啊！断亲文书签得明明白白，
从那天起，你不是我爹，咱们生死无关，贫富不沾。牛八一，你好恶毒！发财了就急着和我们断亲，我们好歹养了你。你也有脸说这话？是谁给你们盖房子修屋顶？是谁累得吐血躺半个月？可他生病你们谁管过？要不是我偷偷送饭，他早饿死了。我不管，反正牛八一就是不孝。行了，这样吧，我也不多要，这条船你赔给我，就当是还清我这20多年的生养之恩。咱们从此一刀两断。另一条船得赔给我，你把我脊椎都打碎了，我有伤在身，我最大不赔我就让你坐牢。我们都看见牛八一打大贵了，得赔，2条船1条都不能少。牛大壮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断亲书是你签的，现在又来谈父子情。八一给你家当牛做马，累得快死，你们谁管过？现在看他发财了就来抢，你们还是人吗？清官难断家务事。牛垂爱，你少管我家事。清官是难断家务事，但你家这些家务事我一清二楚。这事儿我还真管定了。八一不管赚多少都拿回家，啥脏活累活都干。照我说，他这个当儿子的早就把债还清了。牛支书说的对，八一这孩子命苦啊，被亲爹榨干了就把他赶出去，哪有这么做爹的？心太狠了，赶他们下去，别脏了八一的新船。那今天咱们就集体决议，认为牛八一这些年已经还清牛家，不用再还债的举手；认为牛八一还需要用渔船还亲情债的另举1次手。要是认为牛八一要还债的人多，他就把这条船给牛大壮，了却所有亲情恩怨。我不同意，凭啥我的家事要外人来举手决议？不同意无效，都断亲了，就你们能胡搅蛮缠，不能大伙儿一起来个公平裁断？真真说的对，既然断了亲还有纷争，那就是全村人的事儿。觉得八一要还渔船的举手。一共14个人举手。觉得八一不用还债的举手。牛大壮，你最好接受，要不以后在村子你没法混下去。这些年你们一家怎么做的，八一又是怎么做的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。行，就算不赔这条渔船，另一条也必须赔。我儿子被牛八一打的生活不能自理，一辈子都变残废了，这必须赔一条渔船。没错，就算我的赔不了，大贵的也必须得赔。我这辈子完了呀，不赔钱我没法活的。八一，这件事儿我无能为力了。爱卿叔，您为我做的够多了，这件事我来解决。陈大贵，第一，你根本没被我打得那么惨，你是在装模作样。第二，你勾结海匪抢我的海货，还把我老丈人家的渔船撞毁，你哪来的脸让我赔？你冤枉人！你就是不想赔我钱，所以捏造我勾结海匪的事儿。你勾结的海匪头子叫鬼头彪吧？要不要找他来作证？鬼头彪不是死了吗？咋作证？鬼头彪的手下是死了，但他命大，没死，现在在一个山洞里养伤呢。大伙儿，陈大贵勾结海匪要把我撞死，还装病要我赔钱，咱们现在就去找鬼头彪作证。你骗人！鬼头彪肯定死了，他不可能帮你作证的。你咋知道他一定死了？你该不会是害怕他还活着，把你们勾结的那些脏事全都抖搂出来吧？鬼头彪没死，什么脏事？我哪有？我的意思是，鬼头彪多半死了，死无对证。你就是不想赔我钱。牛八一，你心肠太歹毒了，拉个死人来作证，造孽呀！打人的得不到报应，被打的还要不到赔偿。大伙儿都跟我来，今天我就把证据全摆出来。好，我们都跟着做个见证，免得有人死不认账。我身子不舒服，我要去医院。陈大贵，不会像牛八一说的，你真的心虚了吧？我们家大贵怎么可能会心虚？难道你们要他缠着绷带跟你们爬山？对，我们要先带大贵去医院，有本事你们在这里等着，10分钟我们就回来。你果然来装病，怎的？做贼心虚，想跑？对，别让他们跑了，走！放开我！推我去哪儿？推我去哪儿？八一，那鬼头婆真的没死，他肯出来作证。
放心，一切尽在掌握，跟上。再往里走，有个礁石洞，鬼头镖就藏在里面养伤，咱们过去当面对质。我不去，我肚子疼，让我回家。听到没有？要上厕所，赶紧让他回去。哎呀，这有啥？上在轮椅上，我们帮你洗。对，1、2，洗。鬼头镖就藏在里面，谁第一个抓住他，奖赏30分。我先让开。难不成鬼头镖真的没死？嘘！啊，这到底咋回事？你要去哪儿？别管那么多，跟我打好配合。抓鬼头镖了！逼他说出真相，到时候该坐大牢的就不是我家八一了。妈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回哪儿去？你咋那么害怕？不会是心虚了吧？没有，肯定是牛八一撒牛八一极有可能是固步随政，山洞里根本没有鬼头镖，你就咬死了不承认，千万别露馅。咱们现在咋整？就在这干等着。喂，下来几个人把陈大贵也抬上去，我做主，让牛八一人给大家10块钱。你们干嘛？放我下来！老三老四，你们赶紧把我儿子放下来！放心，不会掉下来的。1、2、1，造孽呀！大壮，现在咋整？你请的人都背叛咱了，他们……亲爹请的人抬亲爹的儿子去作证，多讲义气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们也上去看看。等等我。大伙儿往山洞里冲呀！抓住了海匪鬼头镖就能拿赏金。拼了！谁要敢进来，老子一枪崩了他！谁有枪？快跑！别开枪！咋办？这鬼头镖真有枪啊！万一被打死，给再多钱有啥用？对了，这里面真是鬼头镖吗？没错，就是他！我以前去地下打牌，正好遇到他在那里，跟这声音一模一样。你们赶紧滚，要不真开枪了！鬼头镖是不是有个叫陈大贵的人让你去海上打劫牛八一？说他船上有很多值钱的渔获，打劫了就能赚一大笔钱。胡说！我根本没让鬼头镖干这事儿。彪哥，鬼头镖，你可别胡乱说话。还叫彪哥？你这跟鬼头镖挺熟啊？我跟他才不熟，我只是……没错，就是这个该死的陈大贵。他跟我说牛八一每次出海都能捞上几千块的值钱货，害我带着4个兄弟去截胡，结果害死我4个兄弟，这仇没完。等老子伤好了，非踏平你家，送你去陪我兄弟不可。是你们自己不专业，这关我什么事？还想赖上我？承认了。好啊，你承认了。你个蠢货！我没承认，是他胡说八道，有本事拿证据出来。好，我给你证据。老子前阵子打劫，弄来1箱子录音。放屁！那是在树林里，你哪来的录音机？当时你找我商量干掉牛八一，我顺手就给录下来了。要不要老子现在放出来，让大伙儿听听你那副狼心狗肺的嘴脸？陈大贵，你这智商真是让人捉瞎。原来你和鬼头镖是在树林里密谋的。没错，就是那片树林。陈大贵，你跑不掉的。蠢货，你这马脚漏的没完了是吧？笑死我了！够了！牛大壮一家勾结海匪，意图谋财害命，还反咬一口，敲诈勒索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围住，报公安！报公安！我不能坐牢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把他用腿。陈大贵，好了！好啊，原来是个装的。陈大贵，你给我把1000块钱还回来！爸，这兔崽子把咱家当冤大头宰了！追，今天非把这钱要回来不可！不关我事儿，都是陈大贵干的，都是这兔崽子惹的祸！站住，还钱！都放开！太解气了。确实精彩。八一，山洞里的真是鬼头镖吗？八一，这回真是水落石出了！别打了啊！让你装残废骗我们家的钱，让你叫海匪撞船赔钱！别打了，我真没钱啊！赔船的事儿交给公安，但骗我老丈人的1000块，现在就得还。你干嘛？叔，这1000块物归原主，您拿好。我的钱，兔崽子把钱还给我！打得好，这叫恶有恶报。对，大伙今天都辛苦了，就拿来犒劳大家了，割几十斤猪肉，炖一锅肥肉片子。今天中午咱们敞开肚皮吃。对了，鬼头镖还在山洞里呢，那家伙手里有枪，这咋整？放心吧，爱情叔，山洞里没有鬼头镖。不可能，鬼头镖明明就在里面，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招啊！这是你活该。谁要进来，老子一枪崩了他！开枪！八一，你咋回事？这不是鬼头镖的声音吗？对，就是鬼头才趁乱钻进灌木丛，绕到洞口后面，利用口技在里面假扮鬼头镖。你小子也是个小鬼头啊！行，你小子行。牛八一，你不做人啊！走，大伙回村，大口吃肉。八一哥口技绝了！香。八一，今天你树立了你在大伙心中的形象，大人物得人心得天下，小人物得人心得一方拥戴。爱何叔，你不愧能做支书，这话听着就让人江湖灌顶。那叫醍醐，不是江湖。陈大贵海匪勾结罪行严重，他得判个几年。至于你们被撞毁的渔船，就算判下来，陈大贵也赔不起，所以这损失多半是追不回来了。八一，这个结果你能接受吗？赔不回来也没事儿，我就想看陈大会把牢底坐穿，差点让我把命丢海里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放心，他跑不掉。八一，走了，去镇上了，走吧。带收音机干啥？路上解闷儿，万一用得上嘛。坐。
把当时海上发生的情况再详细说一遍。鬼头镖这伙人作恶多端，如果真让他们全军覆没，你可是立了大功。陈大贵肯定得治罪。至于牛大壮、马春花和陈美凤，他们协助陈大贵骗钱，也会对其进行惩罚。谢谢所长。八一同志，谢谢你来协助调查。另外有个人想见见你，你看咋样？你要是愿意见就见，不愿意见，我这就打发他走。好。八一啊，前2年你给我们家盖的房子是全村最坚固的，我得好好感谢你。我给你家盖好房子后累河病倒，你们大鱼大肉的庆祝，连1粒干饭都没给我，感谢个屁！我以为我姐肯定带了大鱼大肉给你吃呢，我回头把她狠狠教训一顿，让她买5斤猪肉，好好给你补回去。有话快说。八一啊，我知道大贵不该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儿，但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再加上他是你哥，我让你有话快说，结果你不讲人话是吧？牛八一，我劝你识相点，去跟所长说这件事跟陈大贵没任何关系，纯粹是海匪发现你能捞到不少鱼，所以起了贪念。哼，一家人何苦为难一家人？大不了等他放出来，我让他向你磕头认错，再摆张宴席，好好款待款待你。我和他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。陈大贵要害死我，我就得让他受到法律制裁。牛八一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做，你的下场会很惨。还有你未来媳妇那一家子，你敢威胁我？信不信我出去跟潘所长说，你的下场会更惨？你有证据吗？我还说你威胁我呢，有本事你出去说呀！牛八一，你别后悔。马有靠让我说他外甥陈大飘没让海匪抢劫我，要是我不答应，他就整死我。发生啥事儿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谁威胁你了？我就是想劝你以和为贵，你可不要胡说。八一同志，陈大贵是他亲外甥，他向你求情也情有可原，但他咋敢威胁你呢？我和他认识多年，他的为人我了解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潘所长，看来你不是很了解你这位老朋友。牛八一，你有啥证据证明我威胁你？没有我就告你诬陷。你竟然阴我！潘所长，他抢我东西，我踹他很正常吧？哎呀，我的肠子要断了！潘所长，您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吧？马有靠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还要把人全家都整死！这么多年，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？你申请开海鲜摊的事情不用想了。八一同志，对不起，是我被这个混蛋蒙蔽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严惩不贷。真相大白就好。马上给我滚出去！老弟，牛八一那个小畜生松口了没？大贵能放出来了吗？松个屁！舅舅，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他不听话就整死他。都给我闭嘴！老子按你们说的做了，结果呢？海鲜摊的事黄了，我被你们害死了。啥？牛八一把我威胁他的话全录下来给所长听了。该死的牛八一，他竟然带了录音机！咱们商量的事他咋知道的？我这个儿子没这么聪明啊，他的脑子难道被谁给换了？弟呀，你就这么一个外甥，你不救他谁救他？还有那个牛八一，他害你丢了摊位，你肯定不能饶了他，对不对？我当然不会饶了他。弟，那你赶紧想想办法保住你外甥。大贵这次闯了大祸，连我都要受到连累，谁也帮不了他。硬的不行就来软的，你们去求牛八一，求他放了大贵。啥？你让我们去求牛八一？求我儿子？先试试这招，到时候真不行，就别怪我了。有了新船，可得好好干。大舅子，这是我特制的诱饵水，没准能引来一大群鱼。咋还带着一股牛骨鲜香？这是给鱼喝的，不是给你喝的，你不怕肚子疼啊？行，出了海就试试你这玩意儿灵不灵。东望角那边的滩涂这几天退潮后有不少赤贝，明儿个早点去挖点回来晒干，能卖不少钱呢。妈，八一现在那么能赚钱，这点小钱咱就别在乎了，你就让我睡个懒觉吧。小钱就不是钱了，大钱要赚，小钱也要攒。明早我陪你去挖，要是运气好挖到大的，多了也很值钱。你不是一直说要给自己赚嫁妆吗？这就是个好机会。还是八一说话好听，我现在就睡觉。这孩子。丢进去的时候顶多5头豹，怎么这么大了？等和珍珍一人一只把它们干掉。八一，你在吗？走，
什么？看看我们用你买的渔船打了多少鱼！这你竟然能逮着这么多6、7斤以上大带鱼的，还有带鱼王，7毛1斤，我跟你全收了。好，上称！好小子，你帮我赚到了前所未有的渔获呀！1000斤带鱼发了！大舅子，我给你的诱饵水用了没有？用了啊，但过了很久都没发现鱼情，是我爸发现另一个地方可能有带鱼群，开过去才打着的。啊？这难不成这空间海水只有我用才有效？行吧，下次出海肯定能打着更值钱的鱼。我回去睡觉了。妈呀，牛八一，你个败家子儿，这么大的二头鲍就这么炖来吃了？本来2只鲍鱼，你1只我1只，行，现在都归我了。不，吃掉更补充营养，你1只我1只，一起吃美滋滋。你咋还吃哭了？我是高兴哭的，我做梦都想不到，那个我以为要照顾一辈子的牛八一，现在变得这么厉害。我和珍珍的好日子真的来了。牛八一，你现在都敢光明正大抢劫了？没办法，看见你那么可爱，我就忍不住。算了，姑奶奶我不跟你计较。走了，赶紧去东望角挖赤贝，再晚点都被人挖光了。这赤贝不好搞啊！我5点多就来了，才挖到5个。这么多人都搞不到赤贝，咱还是回去吧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没准咱们运气好呢。新裤子，张爷，你也来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这片滩底早就被人翻空了，一片一片翻过去了。珍珍，我们去那边。张姨说的对，这里的赤贝早就被人挖的连子孙都不剩了。先试试，不行再去别的地方。小伙子别费力了，你那块神仙来也挖不出来。你们挖不着，八一可不一定挖不着，他很厉害的。切什么切？来，你把手伸下去。哇，有东西！怎么了？你们睁大眼睛看看，这是啥东西？这滩土里咋还藏着这么大的赤贝？俺的娘哎！我咋就不知道往深处挖？这有啥？瞎猫碰上死老鼠罢了，接下来肯定就没了。这里。谁说这是运气？我对象这摆明了是实力。你这啥运气啊？我对象厉害吧？就问你们谁挖过这么大的赤贝？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走，背不动了，真背不动了，太多了。够了，这嫁妆够了吧？去大海空间里好好长吧。张姨，这个送你。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这好大，谢谢你啊，孩子。这小子咋就那么厉害呢？随便一挖就是这么大的赤贝，还一挖一大堆。我们村的牛八一可是龙老爷的干儿子，挖点赤贝算啥？走，咱去镇上卖个好价钱。慢点哎呀，咋就没早点来？那可是千年难遇到的好货呀！卖完了，107、108，整整110块，你太厉害了。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走，带你吃好的去。走。好嘞，2碗牛肉面啊。轮到你了。真好。你看啥？是不是也想坐在人家车后尾，跟着他去兜风？有自行车了不起啊？骑车的不是你，就算汽车我也不会坐。我宁愿哭着跟你一起走路，也不会笑着坐别人的自行车。等吃完面，咱也去买辆自行车，我一路兜风带你回去。一辆自行车起码得300-400块钱，太贵了，还是不要了。别说1辆，你喜欢买3、4辆都不是事儿。你别拍桌子，碗要翻了。你不答应，也得答应。好。好热闹，搞啥呢？彩票2毛钱一张，5等奖10斤大米，4等奖5斤鲜猪肉，而特等奖就是这辆崭新的名牌自行车。八一，我们要不要也买彩票？万一运气好，抽中那辆自行车，就用不着花钱买了。好，100张。买这么多彩票，太浪费钱了。彩票越多，中奖几率越大，多半就把它抽中了。小伙子，你以为特等奖好抽？有这钱搁进猪肉吃不香？大爷，您就等着看吧。年轻人就是会做梦，人要是没梦想，跟咸鱼有啥区别？抽奖开始，保佑保佑保佑！一定要抽中那辆自行车。5等奖号码是032。哇，中了032！2毛钱换了10斤大米，花到了203。不急，还有4等奖、特等奖。特等奖即将揭晓，到底谁这么幸运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所有神仙大人保佑保佑！上次搞金丝海墨发现可以用意念驱使空间在现实中无形挪动，那这次就好好利用一下。288在哪里？对不起了，主持人。特等奖号码是288，恭喜拥有这张彩票的同志。28在我这儿，天啊，我真中了特等奖！让，恭喜
喜这位女同志，这辆价值488块的名牌自行车，你可以骑走了。我去，还真被他抽中了。上来吧。八一，我以前都是蹭别人的车坐，现在咱也有自己的自行车啦。一辆自行车算啥？咱以后赚了大钱，还要买摩托车、买汽车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回家。在那边看到他们俩没有？八一啊，爸给你跪下了！做老子的给儿子下跪，这儿子啥人啊？爸错了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一时糊涂把你赶出家门。求你回来吧，要打要骂都随你。都怪我这个后妈不会做人，一家人哪有过不去的坎儿啊！小伙子，你爸妈都给你跪下了，这是真心悔跪啊！赶紧跟你爸回去吧，别让老人家跪你啊！你们又在玩什么把戏？想道德绑架，逼我回去？八一，是你爸他得了重病没多少日子了，他只是想在临死前能好好陪陪你。这是县医院的诊断书，哥，求你回来见见笑，让爸走得安心一点吧。你爸都快死了，你还不原谅他？趁你爸还活着，赶紧回去好好孝敬他吧。你们哦，不跟我分家了，要我回家？对，不分家了，回家。行，但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现在就当着大伙的面说清楚。爸就想多陪陪你，医生说了，只要积极治疗，再活个1年半载没问题。所以你先拿出3000块钱给爸治病。对，我们知道你现在忙，所以钱你出，照顾你爸的事儿就交给大贵儿。只要哥你肯开口，大贵哥就能出来，他保证把爸照顾得妥妥帖帖，让你安心赚钱。你们这算盘打的，鱼在海边都听见了。陈大贵勾结海匪，差点害死八一，你们还有脸提让他出来？勾结海匪？大贵是混账，你把他放出来，我当着你的面把他打个半死，他好歹给你磕头认错。你爸妈都给你跪下了，天大的仇也该解了。你哥肯定也知错了，放他出来，再拿钱给你爸治病，这才叫孝顺。都给我闭嘴！说来说去不就是图我的钱，还想让我把陈大贵那个混蛋放出来？哪有这么美的事儿？八一，求你别丢下你爸呀！我都尿毒症了，你不该拿钱给我治病吗？有没有医生能帮我看看这诊断单是真是假？你们不是说尿毒症吗？让医生说。我是镇卫生院的医生，可以帮你看看。不，你说你是医生就是医生了，万一是假冒的呢？嘿，你别说，他还真是医生，这可是镇卫生院的沈大夫，医术高明的很。这诊断单一眼假，不是说尿毒症吗？但这病情分析，我看倒像是花柳病。太丢人了！你们这是诈骗，得追究法律责任。骗子！骗子！哎呦，我头好疼，美凤快扶我回去，我病了。八一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，又让他们跑了，肯定不能这么算了。大伙儿，刚才被他们愚弄，差点做了这几个无赖的手中刀，大家不生气吗？生气，老生气了。所以得把这些无耻之徒骂醒，让他们再也不敢欺骗百姓。凡是去骂了的，一人能来我这儿领5个鸡蛋。好嘞！骂人有鸡蛋，我最擅长。骗子，无耻，花柳病也敢拿来骗人，别骂了，让他们一辈子都能记住这教训。走，买鸡蛋。您是第一个，谢谢，小伙子好人。小伙子讲究人。大爷，您刚才说买彩票不如割猪肉，现在这鸡蛋比猪肉值吧？值。走了，鸡蛋回去煮，全发完了，别再被人看到。八一买新车了，羡慕死人了！买了漂亮新车，后面还坐着漂亮对象，妥妥的人生赢家。叔，先走了，再见。路上小心。你们这是买新车啦？爸妈，一会儿进屋听我慢慢给你们讲我跟八一今天的厉害事迹。叔叔阿姨来福哥，这是给你们买的礼物。走，快进屋吃饭。沈大夫把诊断单一举一眼假，花柳病。然后呢？讲你的，我给你加。你们竟然真中奖了，真有这运气！你们大壮他们也真够惨的，估计以后都没脸见人了。活该，这就叫坏人自有天收，面更八一，精彩呢。这杯我敬你，祝你和我闺女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。这么热闹啊！我来的正好，老刘来了啊！快来，一起喝2杯。秀丽啊，你这手艺真不错，这2天要是有空，就给我做2只盐焗鸡，我得给八一好好庆祝庆祝。牛叔，这是要给我庆祝啥？我镇上的同学，他答应帮忙给你批块地皮，你说这事儿值不值得庆祝？庆祝，必须庆祝！八一能拿到地皮盖房子了。那我什么都没说。真真，你继续说呀。是啊，盖了房子你就能嫁给我了。你别说出来啊！你不是要说吗？我帮你说了，但钱得准备好。开宅的土地费就得交2000块钱，还有保证金1000块，另外还需要200块左右的活动经费。这开宅土地费和保证金就那么贵了，怎么还要200块？牛叔，这200块钱应该就是疏通关系的吧？
没错，我同学虽然能管这事儿，但最后还得能拍板的人拍板，人情社会嘛。这200块钱就当是交个朋友，以后有啥事儿办起来都方便。行，等钱凑齐了，我立马找牛叔，麻烦您带我去办妥。好。装。我的妈呀！你咋突然蹦起来，吓死我了！真真，你现在不是该在家睡大觉吗？你喝了那么多酒，我不放心。你要出海，我就跟着你。万一你一不小心栽进海里，我好把你扯回来。我说昨晚的盐焗鸡咋是单腿鸡呢？原来还有一条被你藏起来了。我说昨晚的盐焗鸡咋是单腿鸡呢？原来还有一条被你藏起来了。我要留着早上给你当早饭。我妈问另一条鸡腿跑哪儿去了，我说被我吃了，被她追着满院子打呢。死鬼，赶紧吃，吃完开船。行。八一，我跟你一起出海好不好？真真，你也知道，按咱们余家的老规矩，女子不能出海。好吧。哎，留下来吧，跟我一起出海。牛八一，你真的让我跟你出海？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你跟我一起出海，没准还能打着更多鱼呢。可老人家说了，女人出海一天白干，万一我跟你出海，你没打着鱼，还赔了柴油钱咋整？你也不想想我是谁？龙王爷看我带着干儿媳出海，没准一高兴还会赏你个大红包，让我们今天赚得满船满仓。牛八一，我爱死你了！八一，我们去哪儿？带你去捞螃蟹。今晚非得把上次损失的都捞回来不可。起网喽！你不说这里随便一推网都能捞10几斤螃蟹吗？这才多少？怕是你运气不好，我这一推网下去，起码20斤。哇，好多只大螃蟹！你等着，我也行。八一，快跑！这些凶鸟把我们捞的螃蟹全吃了，海匪，绝对是海匪！这是峭壁麻鸭，它们看起来挺肥，肉值钱吗？它们身上真正值钱的是羽毛，鸭绒能做成又轻又暖和的羽绒服、羽绒被。那鸭绒1斤能卖多少钱？起码得20块钱，不过得50只花鸭子才能凑够1斤绒。这么说，一只花鸭子连毛带肉，最多也就卖个8、9块。对，不如卖螃蟹值钱。该死的花鸭子，害我们损失惨重，赶紧滚！碍事的家伙走了，咱们继续努力，多逮点螃蟹。八一，你的运气真到我身上了！看来今天逮螃蟹是没戏了，干脆咱们就来抓这些花鸭子，一只卖个8、9块也不是问题。怎么抓？看我的！整整12只，这一网就100多块，比抓螃蟹来钱还快。行，那咱们今天就不逮螃蟹了，专门收拾这群可恶的海匪。呀！八一，把这些鸭子卖了，开宅的地皮钱和保证金肯定够了。但这玩意儿在渔村不好卖，得跑一趟县城才行。那就去县里卖。好大的对虾，这好像是虎虾吧？对，这个也很值钱。咱不是有造船厂送的地笼吗？找个地方放下去，明天再过来收，没准儿就有惊喜呢。好。走，去县城。八
啥？毛茸茸的，在朝我挥爪子！我去，黑熊咋跑到海里来了？好家伙，这熊膘肥体壮的，少说也值几千块。你咋满脑子都是钱？黑熊是国家保护动物，我们要救它。对，快救它！熊哥别怕，我们是来救你的，你乖乖别动啊！我的船，我的网！熊哥，你得救了。八一，救熊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给他一只俏皮面鸭吃吃吧。咱现在往那边深山老林开，赶紧把他送上岸。好。喂，熊老大，那边就是岸了，你直接跳下去吧。不用客气，熊大，有缘再见。大伙儿听我说，我现在急需这样东西，只要帮我出海打着了，我高价收购，绝不让大家失望。廖老板，你让我们这些渔民出海给你打鸭子，开啥国际玩笑呢？你该去养鸭场买。我不要养鸭场那种鸭子，我要的是俏皮麻鸭，你们知道吧？知道，见过。这鸭子肉又不好吃，你要它干啥？拿来做羽绒服，这可是抢手货，我出高价，整只10块收。鬼知道他们躲在哪个小岛上。第一，难找；第二，他们比海鸥还鸡贼，根本无法靠近。11块钱一只，谁愿意给我去打花鸭子？我出11块钱，12块钱一只。还有，你们出海打鱼消耗的柴油可以找我报销。真是一帮不识好歹的家伙，给赚钱的机会你们不中用啊！喂，小子，赶紧开着你的船滚！这县城码头，这县城码不是你这船能停靠的。我们不是来卖鱼的，就借你们的码头停一停。大伙儿，停靠费啥的我愿意出，但我们真不是来卖鱼的，因为我打着的不是鱼。那你打的是啥？我打了一鱼仓鸭子，想问问大伙儿认不认识想买花鸭子的老板？小兄弟，你打着的是啥鸭子啊？廖老板，你这还真是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，你不就要这鸭子吗？没错，你有多少只？我全收了。也不是很多，10几只还是几十只？也没这么少。捞到宝了，这下真捞到宝了！12块我全收了。小兄弟，你这出海一趟就变成半个万元户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还有这好东西，记得给我说。没问题。捞到宝了，捞到宝了！那小子一下子就捞了4000多块，不把他抢了，都对不起咱们手里的家伙。等他开船回去，咱们就追上去，让他把钱乖乖交出来，给哥几个花花。这些该死的炮弹鱼到底有完没完啊？该死的炮弹鱼，给我滚远点儿！来了这么多鱼，他们不但不高兴，咋还这么害怕？不好，这些炮弹鱼在啃我们的船底磨牙。所以他们冲进避风港，就是为了集体磨牙。没错，这些炮弹鱼凶得很，我们得赶紧开船离开。我跟你们拼了！这鱼也太狠了，他怎么能这么傻，直接跳下去？船底被啃坏，修起来比买新的还麻烦，换谁也顶不住。要是能把他们都除了，也算为民除害了。真真，你说的对啊！谁有手撒网？越大越好，借我试试。你要真能打着一网炮弹鱼，以后我就叫师傅。那你做好准备。满满一网全是炮弹鱼，他咋做到的？唉，各位，这炮弹鱼已经被我清的差不多了，它们属于同个鱼群，集体磨牙，剩下的几只也成不了气候了，以后大家可以安心出海了。船保住了，小伙子，你真是我们的救
救命恩人呐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我本来没资格在这码头卖鱼，但现在这么多鱼总不能扔了吧？不知道有没有老板愿意收？卖，当然能卖！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，谁敢有意见？我收4毛、4毛2、4毛4，整整1100斤。牛兄弟，4毛4一斤，一共440块，你数数。谢了，老板。乖乖，快5000块了，这小子出海一趟，顶咱们干好几年。小兄弟，今天你帮码头清除了炮弹鱼，这是大功一件。为了感谢你，以后县城码头你可以随意卖鱼。那太好了，谢谢领导。停船！赶紧给我停船，不然就把你们射成刺猬！小子，你很厉害，出海打鸭子赚了4000多，在避风港打炮弹鱼又赚了400、500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怕你钱太多花不完，想帮你分担分担，你看咋样？这钱我还不够花呢，就不劳各位老大费心了。你们现在离开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他让咱们离开，小子，别不识抬举，赶紧把钱拿出来，不然给你来一个透心凉！你们这是抢劫，是犯法的，信不信我们报警，把你们全抓进去？报警？嘿嘿，小妞儿，你长得不错啊！滚！啊！臭娘们儿，你敢打我！珍珍，不许动！你们给我盯紧这小子！空间，海水，快来！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哪来的浪？见鬼了！别打了，大佬，我们错了，求求你别打了！你让我别打，我就别打，老子不要面子的吗？杀人了！快跑啊！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哼！饶了我们吧，大爷，别追了！一将胜勇追穷寇，像这种烂仔必须斩草除根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何真真，你把我当匪徒撞啊？他们怎么全在海里？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真真怎么能跑去跟八一出海打鱼？妈，爸，我们回来了，今天好大的收获呀！你们两个小混蛋，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叔叔、阿姨、大舅子，这就是我们卖鸭子和抓炮弹鱼赚的钱。这，八一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换条10多米的大渔船，然后在船头上写个县字，跑到县码头卖鱼。想不到被你实现了。来，八一，我敬你一杯。八一，有件事我得跟你说，你看看要咋处理？啥事儿？我听说你外婆身子骨不好，俩儿子都不愿意养她，搞得你外婆现在无处可住。你要有时间就去看一看，毕竟你外婆对你不错。糟了，重生回来这么久，竟然把外婆给忘了。拿着，别让你舅知道。叔，我现在就去看看外婆。大舅妈，我外婆呢？死老婆子在哪儿？我咋知道？小病妖鬼，跑来我这儿干嘛？赶紧走！外婆，外婆，谁呀？叫魂呐！牛八一，你咋跑这儿来了？我外婆呢？谁知道你外婆在哪儿？去你大舅家找啊！外婆不在那儿，我才跑来这儿找。外婆现在到底住哪儿？她爱哪儿哪儿，反正没住我这儿。那老不死的跟你一样都是病老鬼，我这家不让他踏进来半步，你也是滚滚滚！村长，我外婆不见了，你说她到底会去哪儿了？一个80岁的老阿婆会跑哪儿去？你作为村长，责任是什么？你几个意思？哼！你大舅、二舅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村长的责任就是为人民服务。我大舅和二舅根本就没养我外婆。万一我外婆有个闪失，你作为村长可是要负责的。
可我也没法叫全村人去找你外婆呀。暂时不用发动全村人去找，我希望你把我大舅、二舅叫过来，问清楚这到底咋回事儿。曹洪山、曹洪和，你们两家立刻来村委办公室。你妈到底在哪儿？你们两家是不是都不愿意养她？从实招来！牛八一，你是没钱花了来找你外婆要吧？找不着人就跑到我们这儿来耍威风。我们照顾她哪个月不要花钱，她全贴补你了，你还有脸来？八一，做人不能太虚伪，你来要钱找不着人就倒打一耙，说我们不孝。就是，你们牛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八一啊，你外婆80多岁了，你咋还……村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咋有这么多钱？我身上有几千块，会跑来问我外婆要几块钱，我是来给她送钱的。可惜我连人都找不着，这才是好外孙啊！赚了钱知道孝敬外婆。八一，这钱不会来路不正吧？口口声声说我是病老鬼，你们睁开狗眼看看，我像生病的样子吗？不像。中气十足，红光满面。我的病早好了，现在赚了些钱，想来好好孝敬外婆。想不到啊，曹洪山、曹洪和，你们连亲妈去哪儿了都不知道。狗眼看人低，咱们小寨村的脸全被你们丢尽了。谢谢村长主持公道，但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我外婆。村长，我前2天看见曹阿婆，她在那边的占山腰挖野菜吃。愣着干什么？良心被狗吃了的东西，还不快去找你们妈！快！外婆，八一，是你吗？我是在做梦吗？外婆，对不起你，好久没去看你了，实在是没力气走那么远的路了。八一，这是阿婆赚的钱，你别嫌少。你爸和后妈连口饱饭都不给，更别处拿钱给你治病了。这钱你拿着，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。阿婆，我身子好了，我现在能出海打鱼赚钱了。这钱你收着。孩子，别骗阿婆了。你妈走的时候交代我一定要多照顾你，阿婆不能让你妈在天之灵失望啊。曹阿婆，你外孙现在真的出息了，用不着你攒钱给他花了。以后啊，你就等着享外孙的福吧。八一，快把钱拿出来给外婆看看。外婆，你看，这都是我出海打鱼赚的钱，我还买了一条大渔船，每次出海都能赚好多钱。还有何真真，她要嫁给我了，以后你还能抱上外曾孙呢。我外孙能出海打鱼了，还要讨媳妇儿了，就是怕外婆活不到抱外曾孙的日子了。外婆，我一定把你的身子调养好，你肯定能抱上外曾孙。给我跪下！你算啥东西？让我们跪下？外婆病成这样，你们两家却逼得她住在这山洞里，不跪下来认错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让你就跪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今天要是不跪，老子就把你们打死！小兔崽子，老娘打死你！哎呦，打死人了！救命啊！2个儿子不孝顺，外孙替阿婆做主，天经地义。你们还是跪下认错吧，要不还得有苦头吃。妈，让你外孙别打了，我们不孝，以后一定好好给你养老。阿婆，你放心，他们以后要是敢不孝顺你，我会加倍惩罚他们，给你做主，听到没有？是。大伙儿帮我盯着，以后谁要是欺负我外婆，来金龙村找我报信，我奖励至少10块钱。没问题，好嘞，放心。村长，以后我外婆该咋住，你来做个断决。按照规矩，家里的老人要不轮流在各家住，要不就一直在一家住，但另一家得给赡养费。
你们咋想的？外婆，要不你跟我回渔村住吧？不行不行，外婆这不是拖累你吗？我在这儿过了一辈子了，我还是想住回家里去。听见没有？哎，别打！我们欢迎妈回家住。对，就这么定了。曹阿婆回大儿子家住，二儿子曹洪和每月出5块钱赡养费。外婆，我背您下山。老人家身体太虚了，得好好补。娘，喝点红糖水，补气血的。外婆，这是给你买的滋补品，一会儿给你做锅鲫鱼汤，补身子。外婆都这把年纪了，补啥呀？这些钱留着给珍珍买点东西，多好。外婆，你身子好，比什么都强，还不快把这些拿去熬汤给我外婆喝？哎，这就去。阿婆，您坐这儿。八一呀，我那4个亲孙子连话都懒得和我说，你咋就不是我亲孙子呢？外婆，不管亲孙外孙，我都是您孙子。以后没人给你养老，我给你养。好，这钱你拿着，想买啥就买啥。这么多钱我哪能用得上？快收回去。外婆，以前你身子不好，还走那么远的路来看我，现在到我孝敬您了。这钱是给我阿婆的，你们要是敢动一点歪心思，下次就不是用木棍了。不敢。我很快就会盖大房子了，到时候有的是房间给你住。以后我隔3差5就来看你。哎，外婆等着。爸妈，牛八一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打你们？我这就去找几个兄弟，把他骨头打断不可。光打一顿有啥用？总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这个仇一定要报，钱也一定要拿到手。对，让他以后变成废人，只能爬。然后再把那老不死的丢到山上去喂野猪，还省了我们挖坟。那爸，你们到底啥计划？找个村里人去传话，就说他外婆快不行了，到时候你们就埋伏在山道上。好，八一干得漂亮，就得这么治不孝子。他们估计不会善罢甘休，你千万防着别人报复。他们要找我，我就把他们全收拾了。是标线，不过看这架势，并不会影响这里。喂，走了，看看那俩大地龙能带给咱啥收获。呸！这小子出海还能打着几百只鸭子，卖几千块，这些钱就该赔给咱们。镇子上那么多人受他怂恿来骂咱，他可真不是人。牛大壮，看看你那畜生儿子，竟然给我录音暗算我，差点害死我。虽然我躲过一劫，可也割了我一大块肉啊！急啥？你不是有个绝妙主意，既能整死牛八一，还能拿到大笔钱吗？没错，这一回神仙下凡也帮不了他了。不对劲儿，八一，是不是啥东西把咱们的对虾给吃了？就是这玩意儿。这是蟹虎，气死姑奶奶了。没事儿，有人叫蟹虎水中人参，大补之物，能卖很贵。这是啥怪物？海龟王，你咋又来了？别怕，这就是上次把我驮回岸上的海龟王。来找我干嘛？又要驮我回家吗？不，死亡吧！放开八一！珍珍，别跳了。海龟王是想带我去个地方。我明白了，海龟王是来找咱帮忙的。肯定是昨晚的风暴把他们卷上岸，弄成这样。事不宜迟，赶紧行动。准备好了，1、2、3。
这样翻太慢了，咱用木棍撬。八一，你这用木棍撬的办法太省力了。累得我骨头架子都要散了，肚子也饿了。但比肚子饿更要命的是另一件事儿。啥？海龟王他也跑了，咱们咋回去？海龟王，你个没良心的，快回来！别喊了，一会儿我带你来个荒岛求。海龟回来啦！这些是几十米深的珍珠贝。没错，这叫马氏猪母贝，肉鲜得很，关键里面还有珍珠。珍珠！天哪，好漂亮的珍珠！咱赶紧把所有贝壳都砸开，说不定里面都有珍珠。哇！发财了！发财了！其他珍珠都拿来卖，但这颗不能卖。为啥不能卖？这颗大珍珠太难得了，等回去把它做成一条项链，就挂在我媳妇儿的脖子上。你对我真好，八一。珍珍，海龟报恩这事儿别跟别人说，这事儿太神奇了，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好，不过你打算咋解解这些珍珠的来历？山人自有妙计。八一回来了，八一，这次打着了啥？我可是带足了钱要跟你收购呢，赶紧把鱼仓打开，给我个大惊喜！来，让你们开开眼。鱼呢？喏，这就是我打着的鱼，喜欢吗？哎呀，是蟹虎，这鱼可是大滋补啊，但这也太少了。都说了，女子出海一天白干，打的这点鱼还不够柴油钱，以后可别带珍珍出海了。谁说我不能带媳妇儿出海的？我媳妇儿是我的福星，就是因为带了她，我才能赚大钱。你这鱼仓比你脸都干净，你上哪儿赚大钱？媳妇儿，把我们打的东西拿出来，给大伙开开眼。好嘞。我的妈呀，是珍珠！哪来这么多极品珍珠啊？标线过后，我带珍珍上岛看了看，海底的珍珠贝全被卷上岸了。砸开后，发现每个里面都有珍珠，这可比打鱼赚多了。爸、哥，你们看，这是珍珠贝王的珍珠，八一要把它做成珍珠项链，给我当定情信物呢。好好，不愧是我女儿看中的男人，就是这么强。以后我不希望再听到女子出海白干这类话。男女都一样厉害。好，行动！珍珍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救命啊！我被牛八一这个流氓欺负了！救命啊！我的女儿，谁把你害成这样啊？妈，是牛八一，他欺负我！大伙儿都来看看啊！我女儿被牛八一那个畜生给非礼了，还有没有王法呀？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妈，咋了？陈美凤在码头被人欺负了，好像是八一。啥？该死的马春花又在陷害八一！对，谁敢欺负我妹夫，就是跟我何来福过不去。刘八一，畜生！你给我出来说清楚，干嘛把我女儿弄成这样？我生了个畜生儿子，干出这么天理不容的事儿。话说陈美凤，这可是牛八一的船，这天还没亮呢，你就钻他船舱里，到底咋回事啊？你们说对吧？对，陈美凤，你老实交代，你跑到牛八一船里干嘛？我哥被牛八一送进了监狱，我睡不着来求他放人，结果一进船舱，他就还说放人可以，必须让兵。牛八一把我儿子送进监狱，又想欺负我女儿，你咋做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？有靠，你赶紧帮忙把牛八一抓了，随法律怎么处置，不要让坏人得逞，好人落泪啊！马有靠，陈美凤大早上跑来求饶，您怎么也来了？难不成是专程来保护她的？我是带人来附近收渔获，正巧听到邻里间互帮互助是我的责任，自然要来看看。想不到一看，哼，牛八一敢对陈美凤下如此毒手！牛八一，你给我出来！哎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咋没见牛八一出来？说明他心里有鬼，所以躲在里头不敢出来。
畜生！你们胡说！八一根本不会做这种事。你也想跟你哥一样进去蹲大牢吗？我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吗？就是牛八一欺负我，有靠啊！你赶紧把牛八一抓住，还我女儿一个清白！牛八一，速速出来认罪！给我把门踹开！妈，你说八一是不是在里面？里边的人不准动！这里面没人啊！什么？牛八一不见了？刚才牛八一就是在里面欺负我，船舱是封闭的，他不可能跑走的。你们仔细搜索，柜子里、床底下都给我好好搜。他打鱼回来，我一直盯着呢，不可能跑出船舱。你说啥？八一打鱼回来，你一直盯着？难不成你知道陈美凤会来找他，所以一直在这埋伏着？马有靠，原来你早就来盯着牛八一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听见陈美凤叫救命，就立刻跑过来，一直盯着。你无赖！老大，到处都没人影。不可能，他明明在里面。他去哪儿了？我在这儿。咋这么多人聚在这儿？牛大壮、马春花、陈美凤，你们咋跑到我船上去了？赶紧下来，别脏了我的船。八一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他们说你欺负陈美凤，在船舱里把她衣服都撕了。八一，你之前干嘛去了？我回来睡不着，想着每天吃鱼有点腻了，就去那边丛林抓了2只野鸡，想不到还发生了这么有趣的事儿。不可能，你明明在船舱里，咋突然跑外边抓野鸡了？是啊，我们一直盯着你，都待在船舱里没出来的，你是人是鬼？陈美凤，是你撕破自己的衣服陷害我，我要在船舱里跳进海里也洗不清了。那我在船舱里遇到的是谁？他还把我捏肿了。我进船舱时，牛八一正在睡觉，我撕烂衣服钻他怀里，他又是抱又是亲的，可这不对劲儿。陈美化，果然是你陷害八一，这么不知廉耻的事儿你都做得出来？是啊，你家祖宗18代的脸都被你丢光。是我舅舅，他叫我这么做的，我不想的。你呀，我都不知道怎么骂你好了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丧良心的事儿？我真是瞎了眼，以前真是错看你了。打得好！一次次害八一，越来越过分。这次竟然把自己女儿都给用上了，简直毒妇！你打我是要天打雷劈的，虎毒不食子！姓牛的，咱们多少沾亲带故，你敢打我？啊！都别愣着了，快过来帮帮我！他又没犯法，凭什么抓他？你们别不讲理！八一没错，你们不能抓他。我是金龙村的村支书，我不认为八一有错，要抓也该抓知法犯法的马有靠。对，八一是被陷害的，马有靠欺负百姓。谢谢各位叔伯兄弟，改天办个全鱼宴，感谢大家。马有靠，这件事我会亲自向所长汇报，看他怎么处置你。一而再再而三的害继子，逼女儿卖身害人，简直丧尽天良，村里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带着你那不要脸的女儿给我滚，别脏了我们的地。我会去所里告你们，该蹲大牢的一个都别想跑。爱国叔干得漂亮，都散了吧。说起来，我怎么突然从船舱里消失的？这就得问问我那个神奇的空间了。牛大壮，你咋生出这么个狡猾卑鄙的儿子，害我们全家都在全村面前丢尽了脸啊！我完了，妈，都怪你和舅舅，我不活了！嚷什么？都是你那哥哥出的馊主意。我哥还不是为了帮你出气？你儿子打我，你也打我，老娘也不活了！别想不活的事了，牛爱妻一定会去报案。现在得想咋才能不被抓。我不想蹲大牢啊，妈，爸怎么办啊？咱们现在得赶紧离开这儿，避过风头再说。对，回我娘家避风头。回娘家跟待在这儿有啥两样？还不是照样会被抓。那咋整啊？你前阵子不是说县城里有个有能耐的人看上了美凤？对，说是有啥江湖地位，还挺有钱，就是30了，成分不好，我不想。现在还有啥挑的？人家肯定有手段，没准也能挡住来抓我们的人。对呀，没准还能帮咱们整死牛八一。那个大流氓，他会不会打我？美凤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谁舍得打你？
现在我们一家只能靠你了。是啊，闺女，为了这个家，你就牺牲一下吧。自从咱家有了八一这个女婿，这生活质量那可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！我的眼光必然好，一会儿八一还要带我去县城做珍珠项链呢。真香啊！我就知道来你们家准能吃上好东西，我这肚子里的馋虫也被勾出来了啊！潘所长，您来了，正好咱们一起吃一顿。那我叨扰了。马有靠说自己根本没怂恿陈美凤，恰好遇到了非礼案，他上头有人，我只能让他先反省。本想抓住牛大壮他们，结果人早就跑了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我派人盯着，一看见他们回来就报告。另外，只要马春花他们能供认，那就谁都保不了马有靠了。我相信他们也不想放过我，还会琢磨法子对付我。来，爱国叔、潘所长，你们为了我的事儿辛苦了，咱今天好好吃一顿。八一，你放心，我跟爱国也是几十年的朋友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只要站在法律这边，我肯定不惜余力帮你。打扰一下，我们有些高品质的野生珍珠，想问问收不收？几位大姐，问你们话呢，高品质的野生珍珠多少钱收？1两俩的不收。我们这数量不少，关键是品质高。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就算不要，也不能这么瞧不起人吧？我们这可是深海的野生珍珠，颗颗都是宝贝，他们凭什么看不上？这光感绝对是深海宝贝！我干了这么多年，从没遇到过这么多这种顶级品相的。哎呀，小同志，快请坐，这珍珠我们收。对，价格好说，绝对高。我们不卖了。哼，别走啊！师傅，珍珠市场。好嘞。太好玩了，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